龙凤卦，年轻的女佣人摇了摇头，茫然道：回小姐，我好像从未曾听说过呢。伊藤菜菜子笑着说道，龙凤褂就是华夏女性的传统服饰之一，一般是红色或者金色的，上面还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刺绣，很华丽很漂亮的，还有一种最近这些年改良的绣荷，也很好看，穿着特别显喜庆。女佣人一脸茫然地说道，小姐，我们日本女人结婚没必要穿华夏的嫁衣吧？会不会有些太奇怪了？伊藤菜菜子调皮地晃了晃脑袋，羞答答地说，要是嫁给日本人自然是穿和服，可要是嫁给华夏人肯定要穿华夏的嫁衣才应景。再说华夏俗话也讲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肯定要适应南方的风土习俗啊！女佣人惊骇不已地说道，小姐，大人那么传统，您若是要嫁给华夏人，他怕是要被您气死的。说着，女佣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拍了拍自己的嘴巴，自责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打个比方。伊藤菜菜子微微一笑，认真道，我若真嫁给我想嫁的人，父亲大人恐怕会比我还要高兴。女佣人忍不住问，小姐，您这么说是不是心有所属了？伊藤菜菜子含笑白了他一眼，说道，不要这么八卦，有空多去学学华夏的传统文化，我将来或许有用。女佣人连忙点头说道，好的小姐，我一定多去学习一下。伊藤菜菜子笑着颔首，眼见自己也收拾妥当，便对他和另外一名佣人说道，你们先去前厅帮忙吧，我去叫父亲大人。两名女佣恭敬告退，伊藤菜菜子也独自一人走出闺房，去父亲的房间拜见。在传统的日本大家族内部，长幼之间的规矩相对严谨，伊藤菜菜子若是去父亲房间，必是恭敬拜见，而不是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直接上前敲门。当他来到父亲房门外的时候，发现田中浩一正坐着轮椅守在门口不远的连廊入口，手里正在擦拭着一根制作十分精美的桌球杆。看到伊藤菜菜子，他连忙挺直身体，恭敬地说道，小姐。伊藤菜菜子连忙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上前低声问道，田中桑，父亲大人在里面吗？田中浩一恭敬地点了点头，道，大人刚才有些累了，说是回房休息一会儿。伊藤菜菜子问他，听姑姑说田中桑在陪父亲大人打桌球，他最近好像很久没摸球杆了，怎么样？还尽兴吗？田中浩一苦笑道，一开始倒是还好，但大人打到一半忽然说用电动轮椅绕着球桌跑来跑去，实在愚蠢，就不太愿意继续了。说着，他扬了扬手里的桌球杆，无奈道，大人还把他最心爱的球杆给摔了，幸好没摔断，这牌子早就已经绝版了。伊藤菜菜子轻轻点了点头，感叹道，父亲大人现如今也成了一个脾气古怪的怪老头了，可是明明今天才刚满50岁。他了解自己的父亲脾气很倔很硬，而且自视甚高，他在日本无人不知，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励志偶像，一手将伊藤家族打造成日本最顶尖的家族之一，而且50岁的年纪也正是当打之年，原本是应该全力施展抱负的年龄段。可这种时候忽然失去双腿，成为一个在家要靠人照顾，出门必须要靠轮椅的残疾人，内心的落差在年之内恐怕都是很难填平的。于是他便对田中浩一说道，田中桑，明日辛苦把球桌的生产厂家约到家中来，让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将球桌升级一下，使它能更加适合父亲大人目前的状况，比如尽量做到高度可调，支撑球桌的桌腿也尽量向内收，以免与轮椅发生磕碰，总之只要能让父亲大人尽可能不受轮椅影响就好。
说着，他又想起什么，连忙补充道：“对了，也约一下电动轮椅的厂家来。现在电子产品技术发展很快，扫地机器人都能做到自主避障，电动轮椅应该也可以。尽可能的多加一些可以感应的科技产品，避免轮椅与其他事物发生磕碰。另外就是能快速调节座椅高度就更好了。父亲大人玩桌球的时候，应该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好的，田中浩一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道：“明日一早我便去办这件事。”伊藤菜菜子微微点了点头，轻声感叹道：“其实叶晨君已经帮了很大的忙。田中桑和父亲虽然无法成为正常人，但最起码身体状况已经彻底痊愈，剩下的就是适应阶段了。”对，田中浩一不禁感慨，当初从桥上跳下来的时候，我就没想过一定能活下来。当时觉得只要能捡回一条命，哪怕再惨也值得。现在看，真是多亏了叶先生，除了没有双腿，其他方面和之前并无两样，甚至身体状态比之前还要好些。说着，他又一脸惆怅地说道：“我的心态倒是调整得很快，只是大人他……小姐您也知道，大人一生要强，短时间内恐怕还无法适应。”伊藤菜菜子轻轻点头，开口道：“我会尽量帮助父亲大人尽快走出来，田中桑也请多帮忙。”田中浩一恭敬地低头说道：“小姐放心，田中定竭尽所能。”伊藤菜菜子微微一笑，开口道：“感谢田中桑，我先进去看看父亲大人。”此时的伊藤雄彦正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停在自己卧室书房的正中间。伊藤雄彦的房间是一个卧室与书房的套房，内部装修便是典型的和风，全屋都是榻榻米。在墙上悬挂着一套崭新的文富与之库，这是他去年让匠人为了50岁寿辰量身定做的。当时他一共让匠人做了2套，一套是为50岁寿辰准备，而另一套则是为了女儿菜菜子出嫁的时候准备的。对伊藤雄彦这种传统的日本男人来说，他对文富与之库的热爱超过了英国贵族对定制西装的钟爱。只是如今再看这套文富与之库，他却怎么都喜欢不起来。原因很简单，自己已然没了双腿，这样的衣服再怎么穿也不可能穿出它原本的味道。甚至伊藤雄彦都觉得现在的自己根本就配不上工艺如此考究的文富与之库。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如果穿上这套文富与之库，就像欧洲那些贵族绅士穿西装只穿上半身，下半身裸腿穿裤衩一样滑稽又失礼。所以即便他明知已经到了要换衣去前厅庆生的时间，他仍旧不愿意让佣人来伺候自己穿衣，只是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盯着那套衣服默默流泪。这时他忽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紧接着便听到女儿的声音：“父亲大人，菜菜子前来拜见，方便进来吗？”伊藤雄彦连忙擦去泪水，又用手操作轮椅的摇杆，让轮椅调了个方向，背对着墙上那套文富与之库，随后才故作淡定地说道：“哦，是菜菜子啊，快进来吧。”